求求宿主了，你就修炼一下吧，好处大大的有。宿主，你不想长生吗？不修炼活不久的。叶凡此时内心毫无波澜，甚至想笑，这是他第100次重生，前99世，系统花样百出，功法万倍增幅，开局神兽，修炼速度翻几10万倍，结果低调发育被天命之子灭杀，拼命任务失败遭系统抹杀，满级沦为祭品被献祭，整整99次，不得善终。长生，呵，第9世我活了3万年，够本了。结果呢，被系统所谓的终极任务，最后别天命之子灭得连渣都没剩下。活再久，还不是给你当高级炮灰毁灭吧？赶紧的，横竖是死，何必努力？被你坑了99辈子了，怕死？乐呵一天是一天。修炼，正经人谁踏马修炼？检测宿主抗拒，系统重组重启，变更为打卡签到系统。今日签到点住宅门口，距宿主5米，10秒足矣。叶凡闭眼，呼吸均匀，1小时后睡醒，他走向门口。换套路了，签到第83世那个签到系统，签着签着就让我签到了上古魔神的封印点。好家伙，直接给我来了个开门杀。这次门口，呵呵，谁知道门口埋着什么惊喜？对，就这样，默念签到即可。想骗我？没门儿！厨房安全，至少上次死不是在厨房。系统已帮宿主签到成功，恭喜宿主签到成功，获得敌体圣水，饮用可净化凡尘杂质，宿最佳道体，副作用对妖出鬼修，杀伤巨大，断绝其道途。敌体圣水，副作用杀鬼修。第37世那个号称纯净无瑕的洗髓丹，喝下去全身经脉寸断，痛得我求系统抹杀都做不到。副作用，这玩意儿本身就是个坑吧？服用即可，无痛无感。无痛无感。第49世那个无痛飞升套餐，直接把我传送到了域外天魔的老巢，那感觉可太无痛了，想让我喝门儿都没有。这水洗菜挺好，去腥。新来的吧，坐下来一块吃吧。叶师兄，宗内有鬼修混入，我们在搜寻他的下落。没见着，去别处吧。是，叶师兄。有鬼修吗？这个破宗门是非真多，要不是这里有吃有喝，还被人当宝贝供着，什么事情都不勇敢，也早就跑路了。哦，对了，还有这个小朋友，估计又是今年被骗招进来的弟子吧，一脸纯真的样子，是不知道这修仙之路的险恶。哎，尊重他人命运，莫管闲事。没事了，我们继续吃。卧槽，这小子还挺能吃的，比我吃的快多了，一看就是哪家父母养不起，被卖给宗门了，一样可怜的娃。来，师兄，这一定给你吃饱喝好，厨房还有鱼，我去端。虽不知此地为何隔绝鬼气，但总算逃过一劫。这无修为的傻子救了自己，待会就吃掉他当谢礼。哎，不对，这才有问题。人呐，宗门治安好，是被路过的师弟妹会送他回去了吧？看来世间又多了一个被逼走上修仙之路的可怜娃呀！修仙之路一路走好，师兄继续干饭，继续躺平哦。恭喜宿主完成随机任务，奖励神级功法万古不灭绝1本。这个不错，肉身不灭，天地同寿。第28世练了个类似的，号称金刚不坏，结果被丢进九幽炼狱，熬了8000年才彻底磨灭，那滋味啧不灭，有时候活着比死还难受。果然稳当多了，厚度硬度都合适，比上一世那本用来引火的所谓天书实用多了，这质量当厕纸都嫌硬，垫桌腿正好物尽其用。系统未知错误，重启中。宗主紫云真人仅有的3个亲传弟子，还全都是大美女，竟然收了叶凡这货，天天有美女师姐包围，真是好气啊！为啥不是我呢？听说他是先天道体，这2个月他不是做饭就是钓鱼，哪里有修炼过？真是浪费。美女师姐，还记得我第4世也有个号称冰清玉洁的大师姐，为了抢我的机缘，背后捅刀子的手法那叫一个利落。女人只会影响我躺平的速度。还有那个先天道体，第98世我也是，结果呢，绝佳的人要顶炉，抽干了道基，修炼狗都不练。出大事了，问祥宗打上门了。哦，问祥宗。听说宗门有个长老，好像就是被他们一个长老的毒癖给熏死的，死状极其不雅，打上门关我屁事！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我的目标是今天钓条大鱼炖汤。咸鱼的生活就是这么朴实无华且枯燥。又打起来了，这帮小年轻精力真是旺盛的没处使，打生打死的图个啥？
溜了溜了，找个清静地方继续摸鱼才是正经事。广场上双方剑拔弩张，气氛比刚出锅的火锅还烫。诸位把我们紫云宗当什么地方了？岂是你们说搜就搜的？刚才我们的灵兽跑入了你的宗门，我们只是要找回自己的灵兽，并非搜查。哼，这事还是等我师尊出关后再说。现在一只蚊子也别想飞进来。找宠物骗鬼呢？肯定是想偷看我们后山的温泉，老色批。然而真相却是，他们追着一只传说中的九尾灵狐幼崽，一路追到了紫云宗。要是等紫云真人出关，黄花菜都凉了，到嘴的 SSR 还能飞，必须抢。动手冲卡！打着打着就圣子烟一个在硬撑了，场面惨烈堪比新手村团灭。定位了，找到没？嘿嘿，长老放心，坐标已锁定，稳得一批。紫云宗的臭鱼烂虾不足为惧，看得好，唐怒的全给我扬啊！务必把妖狐带回来。明白，半炷香内就能搞定。干！要不是半年前练功岔气，老娘能打10个。师尊，您老再不来，徒儿就只能自爆了。问降宗的，真当我们紫云宗没人了吗？师尊，您终于……警报！检测到附近有集珍稀灵宠九尾灵狐幼崽昏迷状态，宿主快上抓它，契约它。宠物契约单已发放，宿主只需将其未点昏迷的九尾灵狐即可契约为宠物。哇哈哈哈！上货了！功夫不负有心人，今晚加餐，清蒸、红烧、香煎，完美！什么灵狐不灵狐的，有我的大鱼实在吗？这成就感，舒坦！系统运算错误，逻辑崩溃。B 重启中。丁系统大郎契约完成，恭喜宿主获得极品灵宠九尾灵狐一只。小小门派破事多，这不又有宗门打上来了？不过那咋了？继续钓鱼，继续睡，修尼玛的仙，躺平的人生就是这么惬意巴适。只要把这个碍眼的家伙解决掉，就可以带着九尾灵狐开溜了。立下如此功劳，长老还不得赏我灵石山、仙丹海？说不定宗主女儿都嘿嘿嘿，走上人生巅峰就在此刻。警告！警告！检测到致命攻击，锁定宿主后脑勺，宿主快逃！要死要死要死！拨个锤锤！烦死了！打扰老子钓鱼的雅兴，当谁没死过180回一样。正好看看这次复活点刷新在哪儿，说不定离鱼窝更近呢。吆喝！刺杀！新鲜！来来来，瞄准点，别动一下，是你孙子！赖活不如速死，这波投胎我比给我 VIP 通道。警告！致命攻击，宿主快闪！快闪颠！宿主你他妈！恭喜宿主获得完美级100倍伤害反弹体验卡1张。大石看着法术精准命中叶凡后脑勺，嘴角咧到耳根，转身就去抓那只瑟瑟发抖的九尾灵狐。不愧是我，九尾狐后羿轻易得手，小小杂虫弟子如何能挡我？小伙子快点跑，再不跑可就来不及了。啊，是指我吗？现在要死的可是你，居然还在那故弄玄虚，早知道都是这帮货色。等会儿他怎么？卧槽！下一刻，那道酷炫蓝光以100倍归零，先被气势精准折返。大石刚想逃走，可惜时间已经来不及，啥都没剩。这不听好人言，吃亏在眼前。看，被那贼系统当垃圾回收了吧，活该！小伙被系统骗了99次，直接开摆刺杀，不躲不闪，原地躺平求速死，系统当场破防。宿主你是烂泥糊不上墙。我出事了，速来！听到消息，叶凡撒丫子就跑。狗系统套路敢不敢再老套点？先派个炮灰送头，再假装救命恩人，讲 PUA 我当奴隶，瞧不起谁呢？别是你能驯服的野狗啊！呸呸呸！李三师姐，他快不行了，你快再看看他。师尊，紫嫣师姐她问降宗的杂碎干的，刚才他们原来问降宗搞事，误伤紫嫣，引爆了他体内本就狂暴的妖力。此刻紫嫣命悬一线。这水虽然是特制的灵水，可以暂时延缓紫嫣的情况，不过终究治标不治本，要想彻底医治，狗系统想到办法没有？给我治好三师姐！检测到宿主正在骂本系统，本系统决定自我崩溃。哟呵，跟我玩傲娇，信不信爷现在
立刻马上找根面条吊死在你面前。别，自毁程序已取消。检测到治疗方案宿主拧毛巾时，系统将自动投放特制回春大力丸稀释版入水。等等，这名字是不是有点不对？系统你不会投入了什么奇怪的药剂了吧？宿主放心，系统出品必是精品，而且是稀释版的，你懂的。这还差不多，算你识相。小系统打下手也不错。从前把你奉为上宾，你却处坑爷，这一世你得给爷好好伺候着。敢掉链子，爷立马表演一个原地升天给你看。这个弟子从不修炼，略微出手，一经试顿，奄奄一息的师姐起死回生。宗主汗颜，要不这个掌门你来当。叶凡小心翼翼将温毛巾敷在紫嫣额头，紫云真人似乎瞥见毛巾上一丝暗红闪过，再定睛，啥也没有，只当自己悲伤过度眼花。你大师姐、二师姐在必死关，连最后一面都，她们情同姐妹，我该怎么交代啊？师尊，快看！紫嫣，紫云真人一把抓住紫嫣手腕探查，下一秒，眼珠子差点瞪出来。紫嫣体内狂暴妖力不仅平息了，还在疯狂修复她破碎的身体。这爷的系统虽然狗，但关键时刻还挺顶用。真神了，飞弹妖力的问题解决了，连修为都突破了一个小境界，达到筑基10层了。你是怎么做到的？这等小伎俩，不过顺手为之，何必惊讶？毕竟咱也是确实强悍。你强你马匹是你的功劳吗？还不是我。你想好了再说。宿主英明神武，绝代无双，这件事全赖宿主之力，才逆转乾坤。算你识相，早这样多好，何必逼我动粗呢？咱可是文明人。嘿嘿，师尊，既然师姐已经没事了，那么我也就先告辞了。被我迷倒了吧？我如此帅气的英姿，你在我边上多待1秒都倍有面。我都提出要走了，你总得挽留吧。为师照顾你师姐就不送了。对于今天的事情，诸位有什么看法？这些年问祥宗和我们虽有摩擦，但是像今天这样强闯驻地的事情还是第一次。之前和他们战斗的时候，发现他们并未下狠手，感觉更像是在缠斗拖延时间。没错，我也有这个感觉。后来宗主和咱们过去后，他们很干脆的就投降了，对于咱们提出的补偿更是半点意义都没有，怎么看怎么不对劲儿，其中必有猫腻。大殿上一时间，诸位长老纷纷发表自己的看法，核心都是觉得今天问祥宗的举动纯属脑抽。对了，宗主，今天遇到了个怪事，清点伤亡的时候，在净明湖附近发现了问祥宗大石的尸体。奇怪的是，他似乎是被问祥宗的功法杀死的。你是说大石是被问祥宗的功法杀死的？如果所记不错，昨天问祥宗进宫之时，叶凡正是在净明湖边吧？这件事说跟他没关系，骗鬼呢？ Much later， 众长老一脸懵逼地离开了会议厅。他们不明白为什么自家宗主对于大石的死因如此感兴趣，甚至还亲自检查了好几遍。唯独紫云真人像是摸到了什么线索。好啊，你个臭小子，天天吃喝玩乐，就是不修炼，我还真当你摆烂了。没想到你倒好，在我不知道的地方偷练。2000 years。我的命好苦啊！不过在湖边睡了一觉，怎么就被可恶的人类修士给契约成了灵宠？我的自由，我的湖生，永别了。不过我高傲的灵魂永不受身体的禁锢。人类，哼，看我鸟不鸟你！算了，我先原谅你1个时辰，肚子饿了，先找你填饱肚子。能跟我这样高等血脉的灵宠契约，是你8辈子修来的福分。检测到宿主的宠物处于极度饥饿状态，若是再不投食，会有死亡的危险。谁爱喂谁去喂，要是一觉醒来，宠物饿死就好了。顺手剁了，改善一下伙食，美滋滋。睡了。总感觉浑身不得劲，难道是饿出错觉了吗？修炼是不可能修炼的，这辈子都不可能修炼。叶凡喜获极品灵宠，不管不问。甚至还想丢进铁锅改善伙食。月黑风高，叶凡四仰八叉躺在床上挺尸，一只毛茸茸但蔫了吧唧的小狐狸正用爪子有气无力地扒拉他。见到本狐还不快来好好伺候，我可是九尾狐后裔，还在那装睡，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睁着一只眼再看我。哪里来的野狐狸？大晚上的狗叫什么？不对，好像是我收服的那只。估摸是饿了，肚子饿了吃什么吃，忍忍就过去了，睡觉最大。
气死我也！算了，求人不如求自己，去厨房看看。小狐狸看着空荡荡的碗柜和米缸，彻底石化了。天杀的叶凡，你竟敢如此虐待未来的九尾至尊，连口剩饭都没有，这仇本狐记住了，本狐以后对你不会有一点好脸色。你可说的是真？那九尾狐被紫云宗收了去。千真万确，宗主，您看这撮狐毛还热乎，呸，还残留着清纯的九尾气息呢。配上您的寻葫芦盘，绝对手到擒来。如此甚好，上天眷佑。那九尾狐居然不是被紫云真人收服，那座山峰居住的是什么人？仙玉峰，那不是紫云宗杂羽弟子住的地方吗？看来此行必成。天助我也！一个普通弟子也配拥有神兽，这不是逼我化玄真人替天行道吗？你们是谁？问降宗的衣服，快来人啊！问降宗的贼人闯进来了。哼，发现了又能如何？你们三个掩护我们，大长老，我们走。姐，这三可是东荒贼王。紫云老妖婆来了也得费点手脚，等他打完，本宗主早抱着狐狸在老家撸串儿。二人锁定微弱灵兽气息源自床底，相视一笑，计划通，先秒了床上这碍事的杂鱼，再抓狐狸，完美。警告！宿主即将面临毁灭性打击。又来了，系统你烦不烦？大半夜的还让不让人睡？毁灭性打击，打，赶紧的，打死算球。宿主你就不能认真一点，做个人吧？算了。正当二人准备将凝聚的术法释放出去的时候，两道凝聚的术法光芒诡异的原地掉头，以更快的速度糊了两人一脸。妈卖批，这他妈是什么鬼？宗主，这小子不简单，快跑！你不是说他是普通弟子吗？我真是信了你的邪，哎呦我的腰子！叶凡听到动静，起身观看情况，见对方穿着紫云宗的衣服，心生疑惑。奇了怪了，紫云宗的人干嘛想谋害我？我这一天天的跟谁都无冤无仇，身上又没任何财物，这两人既不是图财，又不是结怨，杀我干嘛？难不成图色？虽然我玉树临风，不过可没有这种龙阳癖好。念在同门的份上，我就救下你二人。叶凡找出两颗散发着诡异七彩光芒出的丹药，粗暴地塞进昏迷的两人嘴里。只见昏迷的二人猛地睁开眼，眼中充满了极致的惊恐，两人如同被踩了尾巴的火箭，连滚带爬，消失在茫茫夜色中。哎呀，想起来了，二长老那十拳大补丸，上次喂给后山的铁甲猪，那猪原地表演了3天3夜，托马斯全旋窜击，最后虚脱的差点被蚂蚁搬走。完了，为两位同门，坚持住啊！找个没人的地方，注意公共卫生。叶凡好心就笨贼，意外喜获双杀，这波战绩来的猝不及防。宗主，咱还去吗？我去你大爷，还去找死不成？刚才那小子的攻击你可看清？没看清啊，太快了，连什么加攻击手段都看不清，你还去？哎呦，宗主别打了！哼，走吧，回去休整一下，等老子缓过劲来，定要紫云宗鸡犬不留。没错，惹了我问降宗就没有好下场。那个攻击我们的小子真蠢，居然还救了，嘿嘿。愚蠢的人就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宗主，你蹦啥呢？你还说我，你不也在跳吗？奇怪，总感觉心情很愉悦。卧槽，我这是怎么回事？宗主，我感觉好幸福，想要飞升啊！今日的猎猪妖一如往常巡视领地，没走2里地就见到了问降宗的两大高人。乖，人类修士修为还挺高，俺老猪不是对手，还是脚底抹油。有知大忌，不对，他们为什么冲着俺来了？好一头美猪，风华绝代，我见犹怜，我要请你跳支恰恰。滚！我与他早就私定终身，美猪是我的。救命！老子遇到疯批了！报禀宗主，各位长老，300里外，问降宗宗主和大长老正和一群猴子，还有一头猎猪跳舞。报宗主，他们跳的是恰恰。报，问降宗宗主与大长老因为争夺与猎猪的交配权大打出手。扯淡！你们几个的消息是抄的《聊斋》吗？这么不靠谱，连跳舞交配都整出来了，敢办在离谱些？俺不干净，俺的清白被这俩老变态玷污了，人家没脸做猪了。卧槽，还真是离谱他妈给离谱开门，离谱到家了。问降宗真是艳福不浅。叶凡醒来，听着床下可疑的呼噜声，一把揪出了罪魁祸首。这太可惜了，居然还活着！小爷我心地善良，不想杀生，饿死了多环保，还不用弄脏我这身新换的袍子。提醒宿主，
此为极品灵宠九尾灵狐的后裔，日后培养起来的话，对宿主有极大的好处，请宿主珍惜。重复，请宿主珍惜。汪！哼，这狗东西，大清早扰人清梦，罪该万死！盯着本狐看什么看？呵，凡夫俗子，是不是后悔昨天没给本狐上供美食了？现在讨好还来得及。哼！看这毛色，看这体态，绝对是湖中极品啊！这要是放进锅里，绝对吃上就得劲。这清蒸能保留原汁原味，爆炒够劲道，还是红烧更入味下饭的，真是幸福的烦恼啊！我他妈，狗东西，你到底在想什么？快放开劳资，劳资要回家。这是极其稀有的九尾灵狐后裔，请宿主停止危险想法，请宿主停止危险想法。可惜叶凡左耳朵进，右耳朵出，脑子里全是香喷喷三个字在滚动播放。狐狸肉听说有点腥，对，不能吃，快放了我。宿主英明，请善待。拿点姜蒜压一压。Nice。乖徒儿在忙什么呢？这小东西，师尊，你来的正好。今儿我要展示下厨艺，给你吃个地道的爆炒狐狸肉。哦，王八蛋，你还真准备吃本狐啊？快放开劳资，劳资要回家找妈妈。师尊，你看这狐狸，听到我们要吃它也挺高兴，这是它的福分。这种大无畏、自我牺牲的精神，我很感动。赶你个大头鬼，劳资是吓的。这毛色，这灵韵，莫不是传说中的九尾狐？师尊。这特殊品种的狐狸，难不成口味更佳？那我们今天可是有口福了。自从众生后，没一天好过的日子。狐狸那些鱼早就吃腻了，咸了吧唧的，哪里比得上这新鲜的山珍开胃？这说的是人话。拿九尾狐下菜，徒儿啊徒儿，我看你不止大脑缺根筋那么简单，要不就去张大夫那里去看看，早点去指不定还有得治。我觉得我有必要跟你科普一下，九尾狐是极品灵宠，能缔结契约，注意修行，是可遇不可求的无上机缘。你怎能把它当食材？暴殄天物啊！师尊教导的是，师尊要是喜欢的话，我送你。交给我吧，我先给你保管，等你想清楚了，我再还你。我就随口一说，你还真要啊？师尊要不是你是个美女，我可就要问候你祖上了。罢了，看来今天这顿美食只与我没有缘分了。对了，师尊，你今天来这是有什么事来着？跟我来。是你自己脱，还是为师帮你？卧槽，师尊，你要干嘛？不过就是送了你一只狐狸，不至于要以身相许的吧？俺还是个主，没经过这么大的场面，求放过。怎么，连师尊的话也不听了？师尊，那你待会儿要温柔点，我这便宜师傅可是元婴期修士，我不过一介凡人，他要来硬的，我是万万抵抗不了的。既然反抗不成，那不如闭眼享受。什么乱七八糟的？乖徒弟，你老实交代。表，人家还是个孩子，爷老是求放过。你现在到底什么境界了？啊，就这。那不然呢？还以为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我就一介凡人。师尊，这不你不一眼就看明白的事吗？还敢隐瞒？手拿开！撕拉一声，暴力撕开叶凡的上衣，温热的手掌直接贴在他光洁的胸膛上。叶凡一脸生无可恋。半晌，紫云真人收回手，眉头拧成了疙瘩，一脸见了鬼的表情。怎么回事？感受不到任何修为，难不成是因为他的先天道体将修为隐藏了？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修为与我接近，刻意隐藏了气息，所以我无法洞察。我明白你低调不想张扬的心情，你就告诉师傅吧，师傅的嘴紧，不会透露一点信息。不是吧姐，我真就是凡人，所有一切能力都是那系统搞出来的动作。既然你这么认定，那我可就直说了。既然师尊都这么说了，我就不隐瞒了。其实我有系统。啥？你说的系统是什么？好吃吗？能玩吗？你看看，我说了你也听不懂，懂了也不信，信了也不，你不会信，你信我就有鬼了。对于修士来说，我和刚出生的婴儿没有任何区别，就是个战五渣。婴儿？元婴？他在暗示我修为是元婴，这就对了。要是元婴修为隐藏气息，那我还真无法探查。真要探查其结果，就跟刚才一样，感觉上像凡人。没想到你刚刚入宗2月就元婴了，我可是足足修了1000年，这还真是后生可畏啊！师尊，你要不要听听你在说什么？我啥时候就元婴了？救命！这师尊阅读理解能力都这么离谱的吗？
紫云师妹，仙女峰这事儿今天必须掰扯清楚，不能让叶凡那小子再占着茅坑不拉屎了。就是整整2个月，那叶凡除了吃喝睡钓鱼，他修炼过哪派炷香吗？啊，宗主啊，先天道体是好，可占着灵气最浓的仙玉峰当度假村，资源浪费，天理难容啊！都闭嘴！实话告诉你们，我宝贝徒弟叶凡已经是元婴大佬了。紫云，你护犊子也得有个限度，2个月。元婴，你当老夫是3岁小儿，还是隔壁村的二傻子啊？他要是元婴，老夫当场表演倒立洗头，用丹炉烧水洗。倒立洗头算个球！老夫倒立蹲坑，就在这议事大殿门口。3长老蹲出来的，老夫现场炫了，就当加餐。卧槽，玩这么大，又是洗头又是吃翔的，这群老东西为了抢地盘脸都不要了。行，逼我是吧？待会儿把徒儿叫来，吓死你们！不好了，宗主，2长老又出事了。2长老，紫云宗的定海神针，不是风海神针，最强也是最疯的炼丹师，修为靠丹药应对，地位崇高，但人如其丹，效果随机，后果难料。他老人家一疯，全宗都得跟着抖3抖。老婆，我亲爱的老婆，想死我了！儿子，爹的好大儿，让爹亲亲。2长老太可怜了，为我宗室要尽心尽力，鞠躬尽瘁。他是你们所有弟子学习的榜样。孙儿子，我的亲戚好孙儿，快把这老疯子拉开！这一段不准学，谁敢学门规处置？儿子，我不走，让为父抱抱你。大型伦理惨剧现场，大长老的榜样形象碎了一地啊！看众长老那憋得通红的脸，忍笑也是门技术活。孙儿别走，你忘了那年咱们一起偷看紫霞峰女弟子洗澡了吗？你逃跑时一脚踩空掉茅坑里，还是为父用炼丹勺把你捞上来的。你身上那股味儿3天都没散。快堵上他的嘴，带走！快呀！有开联欢会的，人逢喜事精神爽啊！新鲜钓的咸鱼50零食1条，跳楼价，助兴。咱跑什么？一群穷鬼的，算了，50零食好像是有点贵，我也挺穷的。叶凡，你借凡人，速速让出仙玉峰。就是，你不修炼别耽误我们。不让？凭啥？我是不修炼，但仙玉峰风景好，空气甜 ，WiFi 呀废，灵气信号满格，老子住的舒坦。你们这群糟老头子，给钱了吗？救命了吗？啥贡献没有就想白嫖，滚犊子！那可由不得你。云儿，是我的云儿回来了吗？让爹看看。滴，检测到高危性骚扰目标。2长老，疯魔状态。宿主撤离失败率99.9%，启动紧急预案，免费赠送装逼专用高级力量增幅体验包，一次性，效果力拔山吸气盖世，装完就跑，真刺激！发放完毕，宿主，请开始你的表演。卧槽！系统你大爷！这什么鬼增幅？我控制不住火气几啊！全宗偷看我钓鱼，还说这是悟道，你们修仙界脑洞是黑洞做的吧？滴，装逼专用高级力量增幅体验包效果结束。温馨提示：装逼有风险，甩人需谨慎，宿主保重。 2长老在一层无形的能量波之下，直接被推飞了出去，众人愕然。你他妈坑死爹了！紫云宗混不下去，我现在跑路还来得及吗？卧槽！刚才那是什么？这天赋，这潜力，我叶师兄有大帝之资啊！滚开！叶师兄是我们大家的，师兄求指点。您这惊天地泣鬼神的修炼秘诀是啥？我发誓烂在肚子里也不告诉别人。修炼秘诀？我有个锤子秘诀啊！我就想安安静静当条咸鱼，怎么就这么难？我的修炼方式就睡到自然醒，湖边钓鱼，放空大脑，心情好了，修为自然就下去了。叶师兄太谦虚了，这哪里是下去？这分明是返璞归真，心境超然，修为1日千里啊！顿悟，必成无上大道。
先修咸鱼之性，心若咸鱼，道法自来。卧槽！你们他妈都有那个大病吧？阅读理解是体育老师教的吗？还自动脑补升级？你们这么能编，不去写小说，真是屈才了。看到没？还要我多做解释吗？宗主真是慧眼识珠啊！这叶凡隐藏的这么深，都被你发现了。之前我亲自贴身探测过，他身上没有任何修为波动，你知道这代表着什么吗？有修为，但是却无法探测出。只有一种情况，那就是修为不低于宗主，但宗主是元婴修为。这样一来，这叶凡修为既是元婴起步。叶师兄，你这是打算干什么去？吃饭钓鱼。离你们这群脑补怪远点，我怕被传染。叶凡钓鱼被围观，弟子脑补悟大道，疯抢 VIP 席位，人设威。老四啊老四，还好你刚才符箓没甩出去，不然你在这么多弟子面前被一个凡人吊打，老脸还要不要了？四长老一脸铁青，冷哼了一声：“家人们看好了，今日叶师兄选用青竹鱼竿，此乃道法自然最高境界。现在下单99临时响至尊冠到位，附赠咸鱼悟道手札精装版。给我来仨，我要前排草丛位。好嘞，你们的位置在左3草丛，注意隐蔽，呼吸放轻，别打扰叶高人沟通天地。”哇哈哈哈！上货了，功夫不负有心人。草丛的弟子看着叶凡有了动静，一阵惊讶。看到没？叶师兄刚才收了一条鱼，他是用右手提起的鱼竿。这说明了一个道理，右手距离大道更近。叶师兄牛逼，叶师兄威武，咸鱼之道，天下无敌。怎么感觉后背发毛，像被几百双眼睛盯着？叶凡身后不远处的草丛里，几十双眼睛闪烁着智慧的光芒。以钩为引，以一为媒。此子竟将元法之道融入垂钓。老夫潜伏3日，终于参透，他甩竿时手腕的0.3秒停顿式是上古剑诀起手式。这又是什么新花样？滴滴，检测到宿主引发大规模信仰级脑补，被动技能人设稳固度加10%，温馨提示：咸鱼人设崩塌风险加剧，请宿主节哀顺变。节哀顺变。系统，我跟你拼了呀！给我兑换星际穿越票，现在立刻马上！修炼是不可能修炼的，这辈子都不可能修炼。喝一口就能让人直升元婴境，成为超级大佬的神水，你喝不喝？我听闻叶师兄在净明湖悟道，哪里是什么悟道？我听到的消息是他在开坛做法，引发了天地异象。何止啊！我隔壁二狗子就路过蹭了口风，侍卫当场松动，3天内突破。宗主和长老们耳朵刷地立起来，换个人吹这牛，他们能当场笑劈叉。但这是叶凡啊，放叶凡身上好像有那么一丢丢可能。虽然是我亲传弟子，但这牛皮吹的也太没边了，你们不许信！不信不信，绝对不信！该商量的事都商量结束了，那今天就到这，各自回府吧。宗门高层们以惊人的默契和尴尬，在湖边小树林再次偶遇。老三，你也来散步？这不巧了吗？老四、老五也在这散步呢。四长老、五长老红着脸打着哈哈从树后行了出来。大长老，你也来啊？嗨，庄杀，这不叫尴尬，这叫英雄所见略同。宗主不信，但咱哥几个心领而亲。你们也是冲着那大道喷泉来的吗？可不，2个月元婴都搞出来了，引个天地异象算得得合理。快走快走，去晚了汤都喝不着，多吸一口，突破有望啊，兄弟们！几人刚准备100米冲刺，就见一群弟子垂头丧气往外走。大长老眼疾手快，一把薅住一个。里面发生了什么，让你们都在往外走？大长老，宗主他老人家刚进去，把我们全轰出来了。我操，宗主他不是说不信吗？坏了坏了，快冲！别让老家伙一个人把喷泉吸干。宗主，您不是说不信吗？我是不信啊，我来湖边散散步。宗主，您可真是太有先见之明了，您居然把大道气息吸了个干净。没有的事，我来的时候叶凡已经走了。原来如此啊，那我们先撤了。先到就送直升元婴境的神药，这届系统套路也太老土了。当其他修士为突破瓶颈踌躇头时，叶凡正把系统奖励的超级经验水当花肥用。浇花怎么了？我家花儿可比你们这些老古董有趣多了。宿主向右侧走5步，可以完成签到，将获得神秘奖励。你就做吧，还想让我向右走5步？讲得美，奖励什么的也不稀罕，拿去喂你家猪吧。签到地点刷新，请宿主往前走1步，完成签到。叶凡刚迈到半空的脚步赶紧收回。
回，往后退去。妈卖批，过分了哈！这次刷到我正常回家路线上，你就那么想让我签到成功，我偏偏不让你如愿。叶凡刚抬起的左脚瞬间僵在半空，硬生生缩了回来，还往后走了一步。签到地点刷新，请宿主后退一步完成签到。恭喜签到成功，奖励超级经验水1瓶，已用超级经验水即刻晋升元婴境，请宿主立刻饮用。妈卖批，系统你现在是真会玩啊！我不签到，你往我脚下刷新签到地是吧？可真有你的！你有张良计，我有过墙梯，算计我签到不存在的，看谁能笑到最后。叶凡拿着超级经验水来到庭院的紫玉冰验花前，来，小花花，今天给你开荤，尝尝这系统特供蓝瓶盖，味道好极了。滋滋滋，花精瞬间泛起璀璨光芒。不，请宿主立刻停止现在的举动，超级经验水极为珍贵，不可。系统崩溃，重启中。小样，就你这破筒子，还跟爷玩算计，玩不死你！别重启了，省电吧。叶凡拍拍手，转身进屋，完全没注意到身后的紫玉冰验花正以惊人的速度蜕变。哦，这是哪里？好亮，好舒服，好多奇怪的能量。哇，这就是传说中的世界吗？太棒了！我好像能思考了，我这是成精了。哦，那个给我浇水的家伙呢？我得谢谢他。喂，人类，开门！我是你养的花。啊，宿主，你闯大祸了！叶凡的花精正照，天降异象，鱼仙御风，全宗上下震动，更有女弟子结团计划绑走叶凡一行不轨。紫玉冰验花感觉棒极了，他使劲伸了个懒腰，体表青光闪瞎狗眼。卧槽，祖宗，花奶奶，您动静小点行不行？生怕别人不知道你搁这原地飞升呢。我尿憋出幻觉了，七彩祥云。一名弟子在宗门内激动地大喊大叫：“卧槽异象，快出来，都别睡了！”昨天谁说叶师兄净明湖悟道是假的？站出来！这异象，这牌面，叶师兄果然深不可测。废话，入门2月，镇肥二长老就知道他不是凡人，那是你我可以比的吗？宗主，恭喜呀！您这徒弟，您要名垂青史一头啊！啊呸，流芳百世了。修真史书是记载过引发异象的牛人，最后都飞升了，但人家撑死就弄个七彩霞光一丝一丝，眼前这又是祥瑞虚影，又是9色莲花投影的，严重超标。恭喜宗主，贺喜宗主！以后叶凡出去走动，外人定会询问失传何人，宗主之名定是要名动江湖。过誉了，不过是我这徒儿争气，不仅仅让我这个师傅脸上有光，紫云宗也会因为他的存在，很快便能逆风崛起。届时，我们全宗都将受益匪浅。该聊了，快运功！卧槽，我瓶颈松了，真的，我的灵力在沸腾，这比我闭关20年效果都好，天降机缘了。再看其他弟子，一个个全都欢欣雀跃，激动不已。卧槽，我修为突破了炼气，到筑基了。我也是，太离谱了。3年了，我的修为终于动了。叶师兄，你就是俺嫡神。叶师兄一人造福全宗，又那么帅，我感觉我沦陷了。明天我一定要将叶师兄拿下。女弟子也想跟我们抢叶师兄，叶师兄是我们的。那就要比手段了，姐妹们，明天一起冲！冲！拿下叶师兄！你，我跟你们拼了！全宗疯抢叶凡，男女弟子围追堵截。后山惊现恶狼师姐团，昨夜异象余威未消，紫云宗彻底癫狂。叶凡的房门正面临史上最严峻的围攻。卧槽，丧尸围城！我昨天是偷了宗主的裤衩，还是炸了炼丹房？不对，我应该还没做啊！看这些人表情，也不像是要将我就地正法。各位师兄弟姐妹，早啊！这是晨练呢。叶师兄，我可以帮你捏捏肩。妈呀，别过来！男瘦不亲，要捏也找个妹子。阿飞，谁要捏肩啊？叶师兄，捏肩何须上县城？宗门自有颜如玉。你看我怎么样？我捏肩可舒服了。别，吃不得，我骨头硬，怕您手疼。叶师兄干嘛害羞嘛？要是你觉得不够，我还能让你更舒服。更舒服？这个嘛。打住，叶凡，你是正经人，不能被糖衣炮弹腐蚀。色字头上一把刀，都闪开！老夫要请叶凡双修，而不是论道。你他妈比天劫还恐怖啊！叶师兄，我们请你大宝剑全套一条龙。叶师兄，我们请你喝酒。叶师兄，您说今天想干啥？上刀山下火海，师弟们都能给您烫平。卧槽，这群人今天太不正常了，绝对疯了！溜了，赶紧跑！嘿，叶师兄，今天你无路可逃，我们姐妹几个可要开荤了。
救命啊！我的清白难道就要在这荒郊野岭被这群如狼似虎的师姐师妹们糟蹋吗？孽徒，你引发的桃花劫把护山大阵都冲垮了。师傅救命！有变态！我的贞操啊！宗门出现大腿人物，众弟子为争叶凡大打出手，宗门气氛剑拔弩张，大战一触即发。师傅您真是一场及时雨啊！再晚1秒，我纯洁的肉体就要被那群如狼似虎的师姐师妹们糟蹋了，都怪我太英俊了，被我迷倒也是没办法的事，连男的都抵挡不住我颜值的杀伤力。不得不说，虽然你长得丑，但想得很美。你这几次搞出来的动静，谁不想早早抱上你这条大腿啊？我能搞出什么动静？就每天钓鱼而已。我这躺平的人生毫无波澜，有什么值得注意的？你啊，还在跟我装？我就提一点，昨晚的天地异象。昨晚有发生天地异象，我怎么不知道？唉，臭小子，连师傅都骗。从你用修为推开二长老的时候就坐实了，现在你就是宗门的红人，大家接近你也是为了提前抱上你这个未来强者的大腿。现在明白了吧？元婴的锤子啊！我丹田里别说元婴了，连颗像样的金丹都没有，只有早上吃的俩肉包子在消化。抱我大腿！你们这是抱上了即将引爆的炸药包啊！师尊，我其实是凡人，你相信吗？那是他碰瓷，我连只鸡都打不过。信，师傅相信你，你说是就是吧？累了，毁灭吧！这宗门没一个正常人，我的所有能力都是因为系统在那瞎折腾，让我看上去能力无边，有大地之姿。啊，对，叶凡的实力彻底捂不住了，宗门高层拍板，重点保护，特殊照顾。1个多月前，宗主亲自微服私访，路过菜园子时，钦点了身体倍儿棒的李明白，成为叶凡的专属送菜员。小丫头，从今天起，你负责给叶凡送饭。我送菜员李明白竟然是个隐藏的大佬，一挑一群，还没受一点伤。外门练气弟子实力竟恐怖如斯。自从仙玉峰出现异象后，我实力精进了2阶。得亏那日我送菜没有走远，距离仙玉峰近，修为提升的更多。林间走出数位弟子，拦住李明白去路，表情不善。各位师兄有何贵干？这可是宗主钦点给叶师兄送的灵书，你们耽搁了，可是要受到处分。谁说我们要耽搁送菜？我们几个念你送菜辛苦，决定帮忙。好了，你把菜放下，由我们几个去送。不行，我是宗主钦定的送菜人，别人送我不放心。几位师兄还是请莫要为难我。哟呵，还挺倔的，为难你又如何？今天这菜我是抢定了。宗门严谨，弟子私斗的，各位师兄莫不是忘了？只要我们揍你的时候不用真气，自然就谈不上什么私斗。我无意与各位师兄动手。说的你好像能打过我们似的，大家伙的，动手干他！李明白虽然天赋不高，但是身体素质极其变态。当初他在村里的时候，就曾创下1人大战50多人的壮举。这一刻，李明白爆发出了前所未有的潜力，弓着身子朝着人群撞了过去。越打，这些内门弟子越心惊，越打越是惊恐。我操，这小妮子吃什么长大的？这力气是人形妖兽。我操！我的腰，我的肋骨，别撞！大姐菜归你，我们错了。这小妮子居然这么厉害！我有逆鳞，处之必怒，谁让你们阻止我给叶师兄送菜？哼，望你们好自为之。低调的叶凡钓鱼、做饭、处理宗门事务，可这功绩自动往身上贴，这一世元婴的标签是真的摘不掉了吗？哟，李师妹，你来了，你身上怎么这么脏？刚才不小心摔倒了，不碍事。正好到了饭点，你就留着跟我一起吃完饭再走。叶师兄身处高位，却能对我这个外门弟子礼遇有加，我算是跟对人了。以后就算他不是什么宗门翘楚，他也是我一辈子的偶像，那就有劳叶师兄了。与此同时，紫云宗上空一只雕妖拦住了紫云真人和众长老。这位雕兄可雕道友，咱们紫云宗跟你们火陨山向来是井水不犯河水，今天您这阵仗是来收保护费。这雕妖可是元婴6层修为的，比他足足高了一个小境界，他完全不是对手。也幸亏周围还有其他元婴境的长老在，不然紫云真人早就跑了。你们也太高看自己了，放心，我们火陨山还看不上你们这破地方。明人不说暗话，我就直说吧，我此次乃是为了
九尾灵狐而来，你们快点交出九尾狐，否则鸡犬不留。九尾狐啥玩意儿？九尾狐，等等，不可能，就算是，那也是我徒儿的，想抢门都没有。道友怕是听信了谣言，我们从未见过什么九尾灵狐。放屁！消息来源绝对可靠，是你们死对头魏强宗用兵换来的情报，这还能有假？你沉默了，沉默就是默认，唏嘘了。得意面毛畜生，紫云宗地盘，岂容你撒野？看招！找死！紫云真人赶紧带着众长老迎战，双方顿时乱作一团。紫云宗上空，元婴雕妖肆虐八方，但却遭受宗主与一众长老重创，于是决定挟持叶凡准备逃之夭夭。却见叶凡缓缓开口：“我的午饭你也敢先？”雕妖身上的羽毛已经掉落了大半，裸露的身体上全是被术法炸出来的焦黑之色。干！这群蝼蚁怎么这么能抗？不行，妖力快见你了，再打下去要变烤鸡了。射！回去摇摇，让老大来收拾他们。孽畜，毁我山门，伤我弟子，今日定要你血债血偿！宗主小心，这畜生要逃！想跑？没门，抓住他！抓我可没那么容易，完蛋了！现在想跑已经来不及了，这可如何是好？雕妖左右环顾后，发现了有2名弟子正在不远的地面准备吃饭。雕妖内心狂喜，天助我也！这2人，其中1人着装尊贵，应该是紫云宗重要之人，非常适合下手；另外1人也实力平平，抓住着装华丽的，让紫云宗投鼠忌器。我顺利逃出此地，太容易不过了。雕妖猛然下落，把刚做好的菜打翻在地，直接控制住叶凡和李明白。别动，你们是我的人质，你们再过来我就要杀死他们了，快快离开！若是不从，就等着给这2人收尸吧！住手，都住手，放开他们，本座可以放你离开。宗主不可，这妖孽！叶凡要是有个闪失怎么办？果然这人是紫云宗软肋，今日我耍完威风，又可安然离去，传出去不失为一种美名。刚做好的菜，你这贼妖，好大的狗胆！话说完了吗？你打饭的这道菜用的是300年份的紫精米，那道汤里炖的是化神期玄龟的龟板。雕妖一愣，你什么意思？你是陪我的菜，还是你想当我的新菜？绑架后骗绑架犯，自己下锅盛菜有没有见过？叶凡一通嘴炮说服雕妖下油锅，宴请众长老共进豪华晚餐。仙玉封叶凡的小院中，雕妖正提溜着叶凡威胁众长老。雕妖一脸气愤：“喂，过分了，搞清楚身份，你是人质，人质懂不懂？给点职业尊重行不行？我绑架呢，严肃点。你的职业就是绑架犯吗？那倒不是，那不就得了？起开，别耽误哥正事儿。哦，不对，你给我站住！你现在是我的人质，我要绑架你，威胁他们。这大妖一脸不太聪明的样子，虽然绑架我没关系，把我杀了也行。不过相比这些，吃顿雕肉应该更过瘾吧？那可不行，我也是有尊严的，怎么能说让你绑架就绑架了？那你要怎样？绑架我完全没关系，我让你绑架就是了。不过你绑架我的时候，能不能形象好点？你现在的样子活脱脱像个土匪，传出去我一代青年翘楚修士，居然被传言土匪绑架了，那多不好听！我的名声何在？再你看你现在惨兮兮的样子，所剩的羽毛也没几根了，不如全拔了，先去洗个澡。正好我烧了一锅热水。好端端的，我洗什么澡？给我个理由。你想啊，你现在这个样子，回去了多尴尬！你们老大让你出来办个事，你整的这副惨样，不会怀疑你的业务能力吗？万一还想提拔你，你现在这个样子回去，以后升职加薪什么的就别想了，迟早打发成小弟看门务员，这是你想要的结果吗？这样说来也是，我没抓到九尾狐，又沦落至死，回去了免不得被数落甚至责骂。我就信口胡诌，还真信了。妖族还真是纯洁可爱呀！想骗我？没门！你们人类那么狡诈，万一我洗澡的时候你跑了怎么办？我叶凡以道心起誓，你洗澡我绝对不跑，跑了让我一辈子吃不到雕客，吃不到肉。那行吧，就是这浴盆小了点。这个无碍，这个浴盆我们叫锅，专门为了剔除多余脂肪。洗过之后全身轻松，洗完一次脱胎换骨，保你回去亮瞎你老大的眼。那就用它吧，让我试试，真的像你说的那样。叶凡凭借一张能说会道的嘴，为雕妖安排了一套洗浴服务，轻轻松松拿下元婴6层的大妖，宴请众长老共进豪华晚餐。众长老听不清叶凡与雕妖的谈话，看2人的交流的行为一脸茫然。他俩在干啥？谈判？好像是在说先吃个火锅。那你雕妖在叶凡热心帮助下，坐进滚烫的大锅里，一脸享受。你这是做什么？雕兄，加点独家秘方香料，提升沐浴体验，倍儿爽。不喜，很不错，这就是你们人类说的香料吧？多来点。没错，而且是我特制的，我叫它鸡精。走吧，多来点。没问题，管够。这头大妖早就过了地补和洗精法水的阶段，
看，全体通透，毫无杂质，只需要简单的打理，就是一道美味。这么配合的肉料美食，我还是第一次遇见。在叶凡屁颠一路小跑，拿了一口锅盖过来，雕兄带上，蒸汽四怕，效果翻倍。刚开始可能有点热情似火，远后面就舒坦了。要的，小兄弟懂行。过了1刻钟，我感觉有点热呀。莫慌，正常现象。雕兄坚持住，脊髓发毛，哪有不热的？又过了1刻钟，叶凡打开锅盖，满屋飘香，雕腰早就被煮熟了，甚至肉还入了味。感谢雕兄舍身饲我，为弥补小弟被打翻的晚餐，竟不惜以肉身入局，化作无上美食。此等大智慧、大胸襟、大无畏之精神，实乃我辈楷模。叶某感激涕零。天，竟然还能这么整！叶师兄，你不仅修为高超，没想到还智谋过人，杀人不用刀，口舌成利剑。我要向你学习一辈子。机操物六，快！找张能做的，开席了。师尊，各位长老，开饭了。新鲜出炉的雕兄四怕纪念大餐，管饱。长老们看着被煮熟的雕肉，一脸震撼。圆银6层，赫有名的金陵雕王就这么盛一锅菜吧。叶凡，你怎么做到的？他自己跳进去的，说要洗个痛快澡，我拦都拦不住，真跟我没关系。徒儿，师尊，我在呢，吃肉不？元婴6层的大妖都栽在你手里，你还说你没有修为？小伙拿到神级功法，想的不是怎么修炼，随手就丢进了垃圾桶。跟班小妹意外拿到，开启了一段逆天改命之路。宝贝徒儿，这宗主之位，要不你先替为师当2天玩玩？还是算了吧。最适合我的生活方式还是躺平，当个宗主，天天管这管那的，多累啊！有那功夫钓鱼不香吗？那也行，等你想好，我这个位置随时给你留着。对了，你的房屋都被毁了大半，我会让铸剑部的弟子给你尽快修建一座新的房子。这段时间你就跟师兄弟们挤挤吧。好端端的，我的宅子就这么没了，也只好如此了。这时候师姐紫嫣姗姗来迟。叶师弟，若不嫌弃，我那儿还有空房。紫嫣师侄来了，几日不见，越发水灵了。你别说，你还真别说，我这个师姐还真是美貌过人。若是前世，我多半会动凡心。不过现在，凡尘与我已如过眼云烟。紫云真人凑到紫嫣跟前，悄声在紫嫣耳边询问：紫嫣，我记得你不就一间房吗？师傅，叶师弟是我的救命恩人，我能帮到他的地方不多。现在他没有住处，我可以把床让给他，我打地铺。这个发展势头不对啊！难道紫嫣对叶凡呀，似乎也不错。他2人是这个宗门的核心，要是再有缘结合，对宗门大有益处，简直是喜上加喜啊！这怎么行？太麻烦师姐了，我跟那边的男弟子挤就对了。叶凡，你师姐也是一番好心，怎么能拒绝呢？再说，最近又来了一些新入门的男弟子，宿舍本就拥挤，你再过去不是让其他人更加雪上加霜？到时候晚上睡觉要肉贴肉挨着你睡，你愿意吗？我操，画面感有了，地狱秽土，跟一群抠脚大汉肉贴肉，太惨无人道了。还是跟师姐去来的舒坦些，那就多有多少了。师弟，你就不要客气了，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我感谢你还来不及呢。那行，我们走吧。叶凡走了几步，感觉有个东西拦了一下，一看发现是之前拿来垫桌脚的万古不灭绝。本功法供参造化，宿主学习后实力大有增益。选择1学习，选择2努力学习，选择3疯狂学习。这破玩意还挺个脚，万古不灭，名字挺唬人，内容咋跟鬼画符似的，还没我钓的鱼好看。叶凡感叹了一番，随手丢进了垃圾桶。不，系统崩溃，系统重启中。对了，李师妹，帮我把垃圾桶的垃圾给带下山处理了。好，叶师兄，你们走，这边需要处理的废墟和垃圾就交给我。叶凡走后，李明白打扫了半晌，终于将废墟处理了个干净。李明白带着一大袋垃圾下了山，丢在山脚，准备一把火烧掉的时候，正好看见了那本秘籍。难道是叶师兄那下的菜谱？几个大字映入眼帘，万古不灭绝。然后好奇地翻开了第1页，天道意志所著，修至大圆满，肉身不灭，天地同寿。肉身不灭，天地同寿。我悟了，彻底悟了。
叶师兄何等人物，怎么可能把如此神功当垃圾？真相只有一个，这是赏赐，是考验，是叶师兄看我忠心耿耿、任劳任怨，特意用这种方式赐予我的天大机缘。小明白，这本秘籍专门给你准备的，你可要保密哦。爹娘，你们看见了吗？女儿要出戏了，要跟着叶师兄逆天改命了。谁又想我了？李明白飞一般跑回家，第一时间用钉子将房门窗子全部钉死。盘坐在床上开始参悟起功法来。很快他感觉身体上出现了一层金光，自己仿佛是尊金像。九宗弟子交流大会就要开始，李明白误以为叶凡有心栽培他，于是壮士断腕，准备以聚气4层挑战各宗高手。修炼了不知多久，等李明白反应过来的时候，金光全部敛入体内。可惜修为还是停留在聚气4层，就是不知道战力有没有得到提升。不过叶师兄赐的功法应该不会太差。李明白正要出门，发现房门全被自己焊死。就在这时，一阵敲门声响起。明白，本次9宗弟子交流会就要开始了。宗主那边说叶凡不参与这场比武，符合条件的人中也就剩下你一个了。你准备准备，后天上台。这能行吗？师傅，我才聚气4层，修为低不说，功法也单一，怕是会给师门丢脸。我也没指望你赢下来，只要不要输得太难看就成。万一实在不行，投降了便是。唉，那好吧。我明白了，这一切看似巧合，其实是叶师兄对我的提拔与鞭策。先是委婉送我功法，接着腾出名额给我参加9宗弟子交流大会的机会，让我出人头地。既然这是叶师兄的意思，那我一定要拿出点成绩才行。一个时辰前，不去，谁爱去谁去。宝贝徒弟，9宗弟子交流大会，这是你扬名立万的好机会，也是打响我宗名声的关键。只有你出面，才能确保我们能出个好成绩。扬名立万，出人头地，那是我想要的吗？搞得那么费力，就为了面子上光彩点，不顶吃又不顶喝的，这不浪费时间吗？再说我能打得过谁哦？万一这系统做死半路不帮忙，我还要挨一顿毒打，傻子才去。师尊，你就放过我吧，我还有修炼上的事，跟师姐要切磋，您就忙您的先。叶凡带着紫嫣一溜烟跑进了屋，紫云真人沉吟了一番，突然眼神就清澈了。好小子，跟师姐进屋切磋，你可太会了。不过这确实是大事，指不定哪天我就冒出来个天才徒孙。不错，有前途。3长老去把叶凡不参与的弟子交流大会的消息公布出去，让其他人顶替。小师妹逆袭，聚气4层横扫9宗天骄，叶凡躺赢惊掉全宗下巴。宗主，宗内现在人才凋零，符合条件的人没几个，很难再找出替补。之前给叶凡送菜的那个叫李明白的弟子怎么样？要不就让他上。他是外门弟子，实力低微，怕是顶不上事。又不指望他赢，占个名额就行，大不了被对面打一顿。说的也是。远在外门的李明白打了个喷嚏，另外一边叶凡直接躺在了床上，嗅了嗅，又拿起枕头闻了闻，一脸陶醉。师姐，这客房打理的真干净啊！还有，这枕头和床被是喷了香水吗？那是我睡的床，可能是我身上的味道。得罪了，那客房在哪儿？就这。紫嫣师姐，你不是说你有一间空房吗？你骗我到这究竟想怎样？紫嫣向着叶凡逐步靠近。紫嫣师姐，我承认你很美，但是也不能这样强来啊，人家还是个孩子。师姐，我还没经历过，麻烦你温柔点。叶凡闭眼了半天，没等到被紫嫣推倒，好奇睁开眼睛。紫嫣从他身旁经过，从床上把枕头和被子之类的拿走，给自己打了个地铺。好了，你睡床上，我睡地铺，互不干涉。马上要弟子交流大会了，我先休息了。紫嫣说完，直接就把叶凡晾到一边，这把叶凡搞得不上不下的，心里如同猫抓。贵兄别来无恙，回9宗交流大会你来的最晚，这次怎么这么积极？哼，老弟你就别跟我套话了，都知道紫云宗得了9尾狐，想来碰碰机缘，老夫这次来当然不例外。李明白擅自认为叶凡早就为他铺好了前进的道路，抱着一腔孤勇开启弟子大战。他的结局究竟如何？9宗弟子交流大会正式比赛已经打响，金丹组的比赛还好些，紫云宗各有胜负，算是不输不赢。筑基组就明显惨多了，除了紫嫣这个筑基10层，其他弟子一直在扑街。紫云宗败，
紫云宗连败第19阵。紫云真人脸色难看，紫云宗的各大长老焦躁难安。按这个势头下去，紫云宗可就彻底被人看扁了啊！相比之下，其他宗门高层个个大喜过望，互相窃窃私语，完不忘挖苦紫云真人。紫云真人不用灰心，紫云宗的弟子虽然现在不争气，再过个几十年，说不定就成长起来了。你说呢？紫云宗现在是主打一个未来可期啊！死老道，阴阳怪气谁呢？我宗虽然其他弟子不行，但是我还有个宝贝徒弟，等我那徒弟再成长几年，直接碾压你们几宗。哼！哟，这怎么还输不起了呢？哈哈哈！场上的战斗还在继续，很快轮到了李明白。下一场，天金宗黑幕对战紫云宗李明白。紫云宗的众弟子顿时神色一暗，黑幕可是炼气5层的，李明白只不过4层而已，估计一巴掌就被扇飞了。众人心中无比的郁闷，明明叶师兄那么厉害，可是他就是不肯参加。倘若叶师兄出手的话，咱们也不用被打得这么惨了。李明白哆哆嗦嗦地朝着擂台上走了过去。李明白越级暴锤黑幕，高手对决竟然被外人认为是在打假赛。原来远在千里之外的叶凡师兄，竟然为紫云宗培养出了一位妖孽天骄。一个小境界的差距太要命了，偏偏黑幕这家伙下手不是一般的黑。之前听说其他宗门和黑幕比试过的人，事后全都躺了半个月才能勉强下床。要是对方一个疏忽或者故意，搞不好我也要残废了。李明白犹豫不定，很是担忧。观赛席上传来了要是叶师兄再就好了的聊天声。李明白眼神猛然坚定，我担心个什么劲？叶师兄赠我功法，又给了我这个机会，证明他有把握让我赢。我现在的战力肯定在这些人之上，不然他不可能放任宗门派我这号外门弟子对战。原来如此，叶师兄用心良苦，深谋远虑，放马过来吧。你放心，我会手下留情的，顶多让你躺半个月而已。我是不会给叶师兄丢脸的。啥？叶什么？没听过，哈哈哈！你敢侮辱叶师兄，我跟你拼了！李明白用出这几天掌握到的万古不灭诀产生的内劲，一掌拍出，小儿科。黑幕毫不退避，一掌对上，脸色巨变，噔噔噔，连退数步，口中吐出鲜血。怎么可能？我炼气5层队长干不过个炼气4层的。没想到这个黑幕不仅手段毒辣，演技还这么好。我只是个炼气4层的，怎么可能一掌就让他吐血？太假了！我明白了，他肯定是想示敌以弱，等我骄狂之后，然后再以雷霆的手段将我打倒。好你个黑幕老贼，我差点就让了你的当。你居然不趁我受伤攻击我，小妹，你是讲武德的。他果然是在等我上当，我岂会上你的当？什么乱七八糟的，我还没用全力，接下来我要你好看。看吧，我就知道你在演，我是叶师兄教出来的，岂会被你蒙蔽？弟子交流大会，黑幕怎么打也打不动李明白，明明自己是境界更高的那一位，这造就了这种场面。观赛人齐呼黑幕影帝牛逼。黑幕从地上爬起身，他有些想不通，他本身就是炼气5层里的佼佼者，李明白还低了他一个小境界。按理说两人对上，应该输的是李明白，为什么他会被打得吐血？这太不科学了。刚才放水，让你占点便宜，现在开始可就没那么容易了。黑幕速度飞快，已经连续几拳打到了李明白的身上。不过两人都是很惊讶，只不过惊讶的点不同。我都打了他几拳了，他怎么还没反应？他还是炼气4层吗？飞木好奇怪，这不是放水，是在放海。试探也该试探够了吧？这几拳打得我还挺舒服的。我去，这是什么情况啊？飞木居然打不动李明白，放水也放得太明显了吧？他们两个肯定有 PY 交易。你放你娘的屁！你跟他才有 PY 交易，我他妈是真的打不动这混账东西，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一个炼气5层打不动炼气4层，说出去也没人相信。黑木师兄，虽说你留手，我很感动，可是你这样打假赛太明显了吧？我打你！黑幕气得直接喷血，打又打不动，说了又没人信，还被李明白一顿嘲讽，谁能受得了这鸟气？这出戏我打10分，刚才队长喷血就算了，这次李明白都没碰到黑幕，黑幕就来了一出喷血，他难不成是学表演的？会不会是被气的？又没人气他，我看啊，黑幕是打算这次打完去唱戏。那巧了，我二姐夫就是开戏班的，我提前联系了，等这场打完，
我直接让黑幕加入进去，不能白费了这大好天赋。你们，我太难了。李明白一拳轰飞黑幕，黑幕吐血3声再起不能。新一届宗门天骄就此诞生。黑幕师兄这演技绝了，刚才那口血喷的比我二姨夫中风时吐的还逼真。虽然李明白赢了是好事，但这也太假了吧？黑幕是不是收钱了？老子没演戏，这小妮子邪门的很。黑幕师兄，要不你再认真点。这不对劲，我明明用了10成力，怎么连他的一脚都没打破？怎么，你们紫云宗的人就只会挨揍吗？敢不敢跟我过招，也进攻我试试？在他看来，现在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对方练了一种防御属性很强的功法。如果对方功法侧重防御的话，对方的攻击根本不能伤到自己。只要能想办法让这小妮子动起来，自己就能把她干趴下。看来黑幕的表演结束了，打算跟我动真格。那黑幕师兄，我就不再配合你的表演，我要真正出手了。我他妈什么时候在表演了？你说清楚。果然是在表演，不愧是黑幕，演技真好。完了，今天是怎么都洗不掉我这个影帝的名号了。李明白豁然出手，黑幕赶紧用手臂格挡，每次抵挡都如同被重锤砸中了一般。咦，刚才这是万古不灭绝的效果，原来之前不是黑幕放水，是这功法的能力吗？这功法居然强到可以越级战斗，简直无敌。事情到这个地步，李明白和黑幕都已经知晓真相，只有观赛的人还不明就地，议论纷纷。黑幕演技真好啊！黑幕闻听此言，怒喷3声血，倒地不起。获胜者李明白，下一位对战李明白的是叶凡躺平装废柴，却不知仙域封上，九尾狐即将引起人族妖族的大冲突。紫云宗外门大比现场，叶凡懒散地靠在树下打哈欠，周围弟子却纷纷投来敬畏的目光。叶凡，紫云宗著名废柴，实则身怀假装修炼系统，只要躺平装弱，修为自动暴涨。李明白打败黑幕后，又轻松战胜了几名炼气5层的高手。观赛的诸多其他宗门高层一个个面色凝重。这紫云宗是培养了个什么怪物？一个炼气4层随手一拍就解决掉了炼气5层的其他修士，这科学吗？唯独紫云是笑而不语。李明白竟一夜突破炼气4层，莫非得了奇遇？听说他最近总往叶凡师兄那儿跑。好啊，宝贝徒弟假装自己不参赛，原来不是摆烂，是在下这盘棋，让李明白代替自己出手，照样吊打其他宗门修士。好啊，老王，什么时候把徒弟教得这么强？有什么秘诀，快给我们几个老伙计分享一下。我也不知道啊，最近我都在闭关修炼，李明白都是自己一个人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修炼的，没想到现在会变得这么强，也出乎了我的意料。这还不明白吗？宗主合意。你想想，李明白最近跟谁走得近？要说走得近，莫非是叶凡？没错，短时间内获得逆天的修为提升，就算是我亲自指导，也不可能办得到。在我们宗内，只有一个奇迹之人，那就是叶凡。他的实力我们也看不透，也只有他才可能。太好，我这徒弟这是有大机缘了，以后多跟叶凡学习学习，指不定未来也是一名高手。李明白获胜，他已经连胜7场了。此刻的李明白心情简直是无比的美丽，他何曾有过这等风光时刻啊？全是叶师兄提携，要不然他还是那个籍籍无名的外门弟子，根本没资格参加这等赛事，更不可能以力压群雄的姿态站在这。叶凡躺平装废柴，却不知仙域封上，九尾狐已掀起滔天波澜，数百头妖兽飞速地朝着紫云宗行去，领头的是一头一展10几丈的巨雕，一身黑色的羽毛散发着浓郁的气息，银眼雕王，火羽山的王者。我派出的人气息就是从紫云宗消失的，紫云宗平时可不敢对抗我的人，一看就是藏了九尾狐。你们几个待会解决骚扰之人，我来拿下九尾狐。是，大王。只要能得到九尾灵狐的妖丹，自己就可以直接突破好几个境界了。到时候自己身上的种种问题不但可以完全解决，甚至有机会问鼎东荒第一妖王的位子。天清道人看着台上屡次被打败的弟子，有些不耐烦，转头去看紫云真人。紫云真人，听闻前些日子有只九尾灵狐跑到你们这里来了。天清道人想多了，流言蜚语而已。我们紫云宗哪有这个运气？大家都是明白人，就别搞那些没用的。如果今天不把九尾灵狐交出来的话，结果会怎样？你应该
很清楚，我的实力可不是你们紫云宗能对抗起的。随着天青道人话音落下，他身上猛然爆发出了一股强大无比的威压，霎时间不只是看台上，就连远处的擂台都被这股威压给波及到了。紫云真人和众长老顿时无比的绝望。不交出九尾灵狐，今天紫云宗怕是要到头了。若是交出去的话，叶凡那边咋办？正当天青道人准备发难的时候，紫云宗上空突然传来了一股更加恐怖的威压，天空之上放眼看去，黑压压的一片，全都是元婴境的妖兽，领头的正是火羽山的王者银眼雕王，元婴10层，众人被吓得不敢作声，就连方才气势凌人的天青道人也是一脸吃了大粪的表情。迟不来早不来，偏偏这个时候过来，一看就是跟着九尾狐来的，这下我的计划全部泡汤了。只见雕妖本来打算去紫云峰，最后一转头飞向了仙玉峰。紫云宗众人表情从刚才的苦恼变得滑稽了起来。这群紫云宗的人几个意思？难不成仙玉峰有什么特别之处？叶凡好不容易烧了一锅狐狸汤，又被打翻。这一次的雕妖大有来头，元婴巅峰的修为震慑全场。雕妖群调转方向，前往仙玉峰。紫云真人带着一众长老马不停蹄跟了上去。而这个时候，叶凡还在磨刀霍霍向猪羊。今天是吃猪肉还是羊肉？哎，都有点腻了。检测到宿主的宠物九尾银狐正在面临毁灭性危机，请宿主赶紧前去救援。系统又在搞什么幺蛾子？救援是不存在的，要救你救，那傻狐狸又惹事，关我屁事。检测到宿主纯白痴，系统启动紧急召回功能。你敢骂我，你有种出来单挑啊！不好，怎么到这个煞星身边了？不，我的美食还没吃，我的美好狐生才刚刚开始，我必须脱离这里，去那个女人身边。九尾狐撒丫子就要跑，结果跑了没几步就被叶凡拎了起来。外卖自己送上门了，系统还真是给力啊！这么轻松就把这只狐狸传了回来。今天天助我也，终于可以改善伙食了。这玩意的肉可是比猪肉强多了，只要稍加处理就能成为一顿佳肴。来，小虎虎，让我给你好好洗洗。救命啊！杀狐啦！小狐狸肯定到了仙玉峰，不然雕妖不可能突然转向，我得快去看看。我那宝贝徒弟脑子里的水还没排干净，要是真的把九尾狐下了锅，不行，要加快速度。紫云宗高层连声应诺，天青道人与其他宗门高层也全部跟了上来。碍于雕妖的威慑，他们不敢靠近，但九尾狐的吸引力让他们不愿意轻易放弃。紫云真人，你准备这么把九尾灵狐拱手相送？你想要可以自己去抢啊，我又没拦着你，你要能抢到，我还要恭喜你一番。当然前提是你有命抢到的话。哼，老夫自有安排。不用怕，先烫糖熬，一会去皮的时候也省事些。一切准备就绪，再准备点姜蒜去腥，美哉！正当叶凡准备继续处理其他食材的时候，厨房内再次吹起了一阵猛烈的狂风。检测到宿主即将遭受毁灭性打击，请宿主赶紧去屋门口签到领取奖励。不是九尾灵狐，不对，九尾狐就在这附近。快说，你把九尾灵狐藏哪去了？我建议你赶紧放开我，然后逃得越远越好。我已经厌倦杀生了。我已经很久没听到有人提让我跑了。你个小小弟子居然口出狂言，可知你今天死到临头了？要杀便杀，我死给你便是。说着，叶凡就伸出了脖子，一副随时就义的样子，全场直接就蒙圈了。这是啥子情况？这个弟子行事作风也太不按常理了吧！真是让我大开眼界。紫云真人，没想到你们紫云宗都这么有骨气，一个小小弟子敢呛元婴巅峰的雕妖，确实比某些欺软怕硬的人强。徒儿，为师虽然不知道你深浅，可你一定要好好活着啊！现在嘴硬有什么用？等会雕妖就将那小子分尸，要是惹了那雕妖，你们紫云宗也会被抬手而灭。到时候我要看着你哭。初生牛犊不怕虎，那小子恐怕还不知道自己面对的是元婴巅峰的大佬吧？现在说什么都晚了，此人必死无疑。